现在就是李瑞明，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了。总裁，你是我的秘书，对吧？我是乔恩啊。我刚接到中国八方地产公司打来的电话，他们说你没有按时把进到工业园的安规金汇过去，那可是8000万。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，你要是暂时没有办法交代出那钱的去向，就不要怪我不顾兄弟之情，到董事局去揭发你。瑞明，你能不能像追求我的时候那样，陪我跳一支舞？就算你把我打进冷宫，我还是把你当成是我的国王。他在公司做了不干净的事，不得不专心罢了。你只是他过桥的一块板，道具罢了。就算他真的是失忆了，也因为失忆成为了住家好男人。但是有谁可以保证有一天他恢复记忆以后，他不会固态附萌继续伤害你？你只是他过桥的一块板，他不会固态附萌继续伤害你。道具罢了。瑞明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。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。没办法，好可怕。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。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别后悔，就算错过，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，还算不错。当我不在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？因为成长，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；因为成长，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。这个家里的人好像都有2张面孔。放心吧，哥，我会帮你找最好的医生，帮你恢复记忆的。帮你？到时你身败名裂，甚至要坐牢，我真是不敢想象。我当然关心你啊，你是我最爱的 daddy，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吃饭？都没有好处。就算你把我打进冷宫，我还是把你当成是我的国王。我不了解他们，一直处于被动，被耍得团团转。爹地，这个送给你的。啊，挺好看的。
，Daddy，你说谎。我没有啊。这只表装了我最新研发的测谎系统，只要代表的人说谎，手机就会发出红色的警告讯息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迟早会被拆穿身份。不行，必须化被动为主动。早，Daddy 早。来，过来吃早餐。我已经忘记你们喜欢吃什么早餐了，所以中餐和西餐都准备了一些啊。那，昨天晚上的水有点冷，喝点姜茶吧。这里有果汁，有咖啡，有茶，有牛奶，你们想喝什么自己倒哈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有我最爱的蘑菇煎蛋。原来你喜欢吃蘑菇啊？那我猜对了。都没有我喜欢吃的，偏心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我明天补给你啊。不用了。嘉文，有你最爱喝的芒果汁，喝吧。这不是芒果汁，是橙汁，我不要。没事献什么殷勤，一定是心虚。没错啊，我是心虚。这几天看你们对我的态度，好像缺少那么一点尊重。原因是什么，我却不知道，所以我心虚了。我不知道我以前是怎么对你们的，是不好吗？有多不好啊？是很不好吗？我觉得是可以改变的，但是我需要你们的帮忙，给我时间，让我重新再认识你们，重新再培养感情。你说好不好，诗婷？我去换衣服，我得赶回公司处理点事。我约了朋友，妈咪，我坐你顺风车。你也忙，有工作，还是要找朋友？虽然我没有工作，但是我很忙的。可是我可以帮你。Daddy， 这就是我的房间。不错嘛。这是我设计的声控。为什么只有你房间有，而我房间没有呢？因为我有个有钱的 Daddy。我还以为你是个书呆子，也会说冷笑话啊。这个笑话是你说的。哦，是吗？难道我以前在家也有幽默的一面？偶尔会有那么一两句。Daddy 啊，这是我们的家庭相册，你可以看一下我跟嘉文小的时候。哎，我是不是那个负责拍照的？为什么都看不到我啊？不是。哦，我以前不喜欢拍照。因为你每次答应我们去旅行，最后都失约。嘉文是不是很喜欢表演啊？他在中学的时候是剧团的，还会跳芭蕾舞，现在是戏剧发烧友。我应该也没有去支持他吧？哎，嘉文有没有发过脾气啊？他说只要你肯出钱，你可以不用去的。原来以前我都是用钱来支持他的，难怪。难怪什么？这是你毕业典礼，我也没去，对吧？妈咪说你很忙。哼，难怪以前你们都不喜欢 Daddy。Daddy，其实
实你这次从海南回来，有点改变了。哦，有吗？至少你愿意跟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。以前你连这个家都没有时间回。放心吧，我以后会尽量回来吃饭的。妈咪会是最开心的那个。哎，志坚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多一点关于你妈咪跟我的事？没问题，不过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这个手表已经修好了，你再帮我测试一下。志坚，你听我说啊，你知道爹地已经失忆了，所以很多事情都已经忘记了。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很适合当你的测试的对象，是不是？说的也是，我们应该先帮你恢复记忆。OK， 那就先放过你了。好，谢谢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好了，李先生搞定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在干嘛？我刚开了2个会议，休息一下总行吧？我管你这么多。这个人是谁？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到底说不说呀？你该不会是连自己的爸爸都忘记了吧？我们家又不是没钱，为什么爸爸会住在疗养院？自从爸爸精神失常，他不肯跟我住，你更不愿意跟他住，所以最后这里就是最好的地方。医生，你来了。怎么样？你最近还好不好？有没有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？你看我带谁来了？你还认不认得他？儿子，你来了，你终于来了，老爸等你等得好苦啊。哦，爸，对不起，我最近比较忙。没关系，来了就好。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医生啊，你出去一下，我有事情要跟我孩子说。爸，我儿子在这里，你怎么可以随便叫我爸2年了，越来越糊涂了。哎，去，我出去。儿子啊，你的钱我帮你管得好好的。我的钱，真的是很多钱，你看一下数目对不对？你要不要带走啊？不用。为什么不用拿？爸，你继续帮我好好保管着哈。你为什么不拿？这些钱对你很重要的。爸，我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？比如说，我需要这笔钱来干什么？你说过的话你都不记得了，你干嘛问我啊？我是要考你啊，看你还记不记得。这么老了还要考试啊？我不要，我不回答你。儿子，你不带走没关系，我帮你好好的看着他啊，好好的管他。
哦，好的。爸，我先走了。你走，我会帮你管好啊。爸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没什么。对了，爸什么时候开始失智的？大概2年前被人打伤之后，就变成这样了。谁打伤的？警方怀疑是被人打劫，但是我觉得是跟你有关。什么意思啊？爸在出事之前说过要去找你，但是后来却被人发现他重伤躺在海边。爸，到底是谁打伤你的？你说，这是跟你有关吗？你是想说爸是我打伤的？是不是你打伤？这我还不敢确定，但是肯定是跟你有关。要不然我问你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什么都不答？不要以为我失忆了就可以随便诬赖我。不要忘了，我是你大哥，也是你上司，得罪我，你受不起。看看到最后是谁受不起。车祸的事是不是你做的？回答我。妈咪，嘉文，怎么啦？发生什么事啦？我想死。我说什么？那部电影拍不成，我当主角的梦想破碎了，还活着干什么？不要说这样的话。Positive thinking， 机会永远都会有的。你不要用空泛的理论来催眠我。好，我们去 shopping。今天随便你买。说话要算话。是的，宝贝。我上去换衣服。好累啊，腿好酸。心情好点了吧？谢谢妈咪。那就别再生你 daddy 的气了。我才不会那么容易原谅他。妈咪，你不开心啊？是不是 daddy 又让你伤心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担心你 daddy 的身体状况。我有担心他如果永远记不起我们，那怎么办？他以前答应过我，一定会支持我演戏的。现在终于有机会当女主角，他却不肯出钱帮我。他不是我 daddy。你是说不出钱给你就不是你 daddy？那我也不是你妈咪了。不一样，你不出钱给我也是我的好妈咪。不过如果你肯出钱让我完成梦想，那你就是我最好的妈咪。要我出钱也不是不可能，不过你要帮我做一件事。可以。还没问我是什么事就点头，你又不会害我。能帮妈咪你分忧，女儿感到荣幸，请吩咐。让我考虑一下。一下就好哦，导演不会等我那么久的。是没问题，点东西吃吧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打扮得这么性感，难道是约了男人？不知道大家听过一句话吗？不幸的家庭各不同，幸福的家庭一个样。也就是说，
幸福的家庭都具备了相同的特征。小羊请小狗吃饭，准备了它最爱吃的嫩草，小狗觉得很难吃。等到小狗回请小羊的时候，小狗想，我不能像小羊那么小气，我要请它吃很多肉。当然，最后小羊是一口也吃不下的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凡事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家人的身上，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想。这就是我要说的第2点，体谅。王思婷，你说谎！你跟你老公根本貌合神离，还敢教人怎么让家庭幸福？你们说，他是不是很虚伪？小姐，请你尊重瑞成好吗？不关你的事，你坐下。你老公爱吃肉，你却逼他吃你这棵老草，他都不爱你了，你死缠烂打，有没有考虑过你老公的感受？王雷哥，别闹了，先走吧你。哎，哎，不要闹了！哎，王雷哥，你再让我去报警了！王雷哥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王思婷。没事吧？王队长，不用了。刚刚的事我不用说，什么都不用说。我对你在外面那些事已经很容忍了，你们还不满足？为什么要带他公开露面这样羞辱我？我已经跟他分手，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对你。明明是藕断丝连，不然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是来保护你的，因为我跟他分手，他说要对付你，我担心你就偷偷的跟着你，真的。你不要生气了，是我错了，我以前做错了，今天也错了，以后不会再发生。而且一直有一种被人监视的感觉，很不舒服。到底是谁要跟踪我？生意对手、八卦记者，还是隐藏在家里的敌人？家里的敌人。8月3号，我发现我老婆好像有事瞒着我，
在外面有别的男人。怎么可能？因为以前他在家很少开手机，现在却常背着我讲电话。他甚至会在深夜出门，去他以前根本不可能去的夜间场所。哎，志婷，来，喝杯酒吧。如果不是我暗地里跟踪，根本想象不到我老婆她也会跟别的男人调情。绝对不是我敏感，思婷，她真的有秘密瞒着我。2017年12月7日，我怀疑我老婆想害我，她在我的食物里下毒药。老公，喝汤吧。这什么？不喝可以吗？我特地为你炖的补汤，趁热喝吧，凉了就没有效了。有点腥，帮我拿胡椒粉。其实我跟我老婆早就貌合神离，我担心她会为了霸占我的财产而害我。我留下这个录音，就是在提防，万一有一天我突然死了，至少有人知道我是被害死的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啊。怎么满头大汗的？哦，我刚做那个伏地挺身，所以有事吗？开饭了，今晚有补汤。补汤？哦，我刚刚让你这么不开心，你还炖补汤给我喝？你刚刚不是认错了吗？我已经原谅你了。要不我盛上来给你喝？哎，人家说虚不受补，我现在觉得好像有点虚。冷气开这么大，我还在冒冷汗。你刚刚不是说你在运动吗？其实我忘记我以前的口味了，不过现在我真的不喜欢中药的味道。不喝就算了，饭总得吃吧。我等你啊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谢谢。到很久啦。我今天这样穿好不好看？哇，你有特别打扮？那等会我们要应酬的客户，很特别吗？瑞明，你真的忘了这里了吗？以前我们时常来这里吃饭的。哦，你是说我们以前常来这里应酬客户吗？你真的都不记得了吗？这里是我和你的2人世界。李瑞明，你果然是窝边草。乔恩，你不要难过。既然我忘了你，那你就忘了我们的过去吧。不可能。你的条件这么好，你会找到更好的男人的。就算你失忆了也没关系的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我可以帮你想起以前的事。难道你不想知道那8000万的事吗？你知道？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我都知道。
那你快告诉我呀！你上次买的香槟还在我家的冰箱里呢。哦，好啊，那我们先吃饭吧，等我再过去。瑞明，我真的好想你，你知道吗？你的香槟放在哪呀？我去拿。你和老婆都没有那么多合照，哼，难道你爱窝边草多过私情？瑞明，谢谢。Cheers。Cheers。对了，那8000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们公司不是要投资金岛的工业园吗？中方的接头人就是刘总。你在发生船难前，私底下跟他见了一面。刘总啊，这个案子啊，多亏有你帮忙落实，我敬你。客气了，李总。万事都筹备得很妥当，只等贵公司第一笔款项到位，我们就可以开工了。今天见你，就是想要跟你商量这件事。请说。啊，如果我们公司直接把钱从新加坡汇给你们，哎，要交很高的税啊。没办法，国家政策就是这样嘛。如果这个8000万是从任何香港注册的公司汇给你们，免税。我刚好在香港有一家子公司，我想先把钱转过去，再汇给你们，怎么样？可是这个案子的合约是跟你们新加坡公司签的，那有什么问题呢？啊，你把我香港的子公司也列为乙方，加进合约不是没问题的吗？这样不太合适吧？也不知道香港公司和你们总公司有什么关联啊？刘总啊，我是上市公司的总裁，你还担心我会卷款私逃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，你给我方便，我不会不给你好处。至于省下的税，倒不如拿出来跟好朋友，就好像刘总您一起分享。要是能帮到您李总呢，我很乐意。不过在商言商，你还是得签一份 IOU 给我。问题不大。来，来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干！白纸黑字签了 IOU 给刘总，那不是留下把柄在他手上吗？这么笨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因为你不会对这笔钱负责。什么意思？你真的忘了吗？你答应过我，拿到这8000万，就跟我私奔。你说你跟你老婆已经没感情，想摆脱这里的一切，带我到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开始新的人生，新的生活。那8000万呢？已经被你移去海外的账户了，我也不知道你汇到哪了。那笔钱你有份，我不可能不告诉你。你一向都算我乖巧，就是不该问的，我绝对不问。
瑞明，幸好你这次大难不死，我才知道，只要能够永远跟你在一起，就算见不得光，做你一辈子的情人，我也无所谓了。你何必这么委屈呢？不委屈，只要你爱我，就够了。怎么了？我突然有事要回去了，你要走了？不好意思，真的是很要紧。拜拜。瑞明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他甚至会在深夜出门，去他以前根本不可能去的夜间场所。一个人泡夜店，难道真的有外遇？王小姐，量血压。我老公怎么样了？跟你一起被送进来的那一位是李瑞明，他怎么样了？他没事，在401号病房。瑞明，你一定要醒过来！瑞明，我不是有心要买凶杀你的。有些人是欠扁的，不借我坐下来。你是谁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我追你很久了，这已经是你第4杯 Bloody Mary， 你有心事。男人都是居心不良的，泡妞的走远一点。我曾经被我最心爱的女人抛弃过，我可以明白你的感受。
你也被背叛。你说男人居心不良，女人其实也好不到哪去。为什么男人总是那么风流？那为什么女人又那么滥情呢？我好想死，死了就一了百了。该死的是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不要便宜他。我不会对不起我老公的。我可以让你老公永远消失，就像这戒指一样。谢谢你，请你过账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到底做了什么？该死的是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我要让他消失，永远消失。我可以帮你，让他永远消失。对不起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。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。没办法，好可怕。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。